大妈把鳄鱼当女儿养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甚至还会给鳄鱼做美甲，拿出绿色指甲油给鳄鱼一只手均匀涂抹，拿毛巾垫上，准备烘干。但鳄鱼好像不喜欢这个颜色，顺手就把指甲油卸掉了。大妈又拿了3瓶指甲油让他自己选，拿起粉红色在他面前晃了晃，鳄鱼竟然摇了摇头，表示不喜欢。大妈又拿起了大红色，鳄鱼眨眨眼，表示非常喜欢。大妈只好重新给他涂上红色指甲油，看着性感多了。做完美甲后，他就趴在床上看电视，最喜欢看动物世界，偶尔也看动画片。蜡笔小新就很符合他的口味。大妈只要一换台，鳄鱼就会去抢遥控器，为了让他看着舒服，大妈还会给他垫上枕头，盖上被子。鳄鱼大部分时间都是乖宝宝，偶尔也会发脾气，不停地用爪子挠地板，到处拆家。大妈却见怪不怪，说鳄鱼是个女生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还没有找过男朋友，才会急得到处抓地，有时候还会看着窗外发呆。大妈最后也想开了，女大不中留，准备带她出去相亲。路过一家肉店时，鳄鱼直勾勾地看着牛肉，把找男朋友的事忘得干干净净。大妈只好给她买了10斤回家吃。这次呢，连上楼梯都不用抱，自己爬得飞快。她现在只想吃肉，一口下去一脸满足。吃饱后直接趴在客厅一动不动，大妈只能抱着她去洗澡，先用搓澡巾搓搓背，顺便来个全身按摩，洗完再擦点香香。鳄鱼闭着眼一脸享受，洗香香的鳄鱼直接爬上了床，然后大妈抱着她睡觉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。喜欢鳄鱼的不止大妈一个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很疯狂。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，每天给鳄鱼做按摩，偶尔还来个足疗，每天还要带它出门遛弯，回家就给鳄鱼洗澡，先把全身涂满沐浴露，然后用洗澡巾搓背，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加上葱姜蒜和料酒去腥。鳄鱼的皮肤非常厚，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，不一会儿主人就累得满头大汗，鳄鱼却一脸享受。洗干净后还要给鳄鱼做美甲，精心打磨指甲后，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，看起来美美的。最后还要给它刷牙，检查有没有蛀牙，完事后再来个亲亲，抱着鳄鱼就睡觉了。因为鳄鱼比较能吃，主人给它取名饿了么。主人说饿了么是自己捡到的，刚开始只是一个蛋，慢慢孵化出来，经过精心照料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。还说饿了么从来没咬过人，甚至连发脾气都很少见，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。平时饿了么最喜欢就是看球赛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旁边主人手里还抱着蜥蜴，主人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，每次比赛都要看，比赛输了还会伤心的哭，不一会儿球进了，主人很激动。饿了么其实也很激动，只是他比较高冷，没有表现出来。主人亲了亲饿了么，还和他击了击掌。其实呢，最喜欢做美甲的还有数下面这只狗狗，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。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，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，一口米饭就着1根牙签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你以为米饭是主食，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。该说不说，这牙签能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肉都香。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，一盒牙签有500根，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丈夫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你说你的，我吃我的。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。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，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好。丈夫看不下去了，给大姐切了点水果，没想到啊，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靠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制品，大姐都想尝试一下。她边吃边发表看法，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。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？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，她的病竟然好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慢慢的就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？胃肠啊，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，没有关系。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。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，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，2盒牙签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。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，大姐也不客气，拿起来直接开灶。那味道如何呢？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，不好吃。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，也不喜欢。她说竹子有酸味。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，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。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，开心快乐最重要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在丹东一个普通的早晨，妻子在炒菜，丈夫在洗餐前甜点，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，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，他接着就吃了起来。妻子想劝阻，但是无济于事。玻璃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啊，
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，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，没别的毛病。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？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。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，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儿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。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挑选完毕，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。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。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，酥脆有嚼劲，口感极佳。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但也很爽口。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。医生也是大为震惊，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，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，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，以后改成吃牙签。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，连说服了，你们都是铁齿铜牙，我只能吃点软的了。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，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，一只不过瘾，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。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，秋谈谈还能拉丝。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，那叫一个幸福。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。母亲很担心他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。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？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，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。为了疗养身体，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。然而有一天，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，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，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，于是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，他只吃野生的泥鳅，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，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，兄弟们。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，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一番检查下来，他的身体状况很好，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，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，如果非要吃的话，建议只能中午吃。最后大叔也表示，为了身体健康，以后会尽量少吃的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每天都会发生命案，一夜之间家里的鸟接连离奇死亡，每天都会死掉几十只，现场一地鸡毛，惨不忍睹，有的甚至连头都不见了，看起来不像是自杀，每只鸟都受到了致命攻击。奇怪的是，除了留下一滩血迹外，尸骨却相对很完整，也就是说凶手只是喜欢猎杀，但是不吃。关键这笼子没有任何缝隙，凶手是从哪里进去的？经过连续几天的摧残，鸟儿现在变得很敏感，只要见到人就会吓得到处跑，曾经的鸟类天堂变成了地狱。大叔设置了各种机关，但一无所获，鸟笼周围也没有任何脚印，这个凶手非常狡猾。大叔也没有什么仇人，凶手到底是人是鬼？节目组在鸟笼周围安装了多个摄像头，夜晚来临，他们时时盯着监控，一直等到凌晨3点。就在这时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慢慢逼近鸟笼，只见它突然发动攻击，鸟儿受到惊吓，到处乱撞，尖叫不止。等鸟儿再次靠近笼边后，这东西再次发起攻击，死死地抓住小鸟，小鸟扑腾了几下就没了声音。这东西还炫耀似的看向摄像头，这才发现原来是只猫头鹰。因为进不到笼子里，它会先把鸟儿逼到角落，由于笼子有弹性，它能一把抓住笼边的鸟。为了不再让鸟儿受伤，主人在鸟笼周围拴了几只狗，狗狗很尽责，整晚守护着鸟笼。连续几天猫头鹰都没再来过，鸟儿终于恢复了安宁的生活。刚解决完鸟的问题，下面这家的鸡又出现了新问题，他家的鸡蛋会飞，每天都会飞出去4、5颗。起初主人并没在意，然而更多的鸡蛋源不断的飞出来，围栏外到处都是破碎的蛋壳。主人怀疑是黄鼠狼干的，还特意增加了围栏的高度，但邻居认为以现在围栏的高度，黄鼠狼是不可能抱着鸡蛋跳出来的，而且它要吃鸡蛋的话，完全可以在笼子里解决，但笼子里干干净净，没有发现任何动物的痕迹，飞出来的鸡蛋蛋黄蛋清也还在，到底是谁在偷鸡蛋？他们在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机，5个小时后鸡蛋再次飞了出来，他们立马查看录像，就发现一只大老鼠路过了案发现场，紧接着一颗鸡蛋就飞了出来。难道凶手是老鼠？他们仔细研究鸡蛋的下落轨迹，猜测鸡蛋应该是从屋顶上掉下来的，屋顶是圆弧状的，也许是一只母鸡喜欢上了在屋顶下蛋，下完的蛋就滚了下来。工作人员还做了个实验，让鸡蛋在屋顶上自由滑落，结果鸡蛋掉落位置和之前鸡蛋位置是一样的，反复做了几次都是相同的位置，那鸡为啥会跑到屋顶下蛋呢？专家说，如果母鸡受到了外界的威胁，它就会选个安全的地点下蛋，可能就选择了屋顶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工作人员架起摄像机对准了屋顶，
水。接下来就是等待母鸡的出现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果然有一只母鸡飞上了屋顶，感觉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。但5个小时后，这只鸡一直没有下蛋，没办法，继续等吧。工作人员等了整整5天，都没有鸡在屋顶下蛋，也没再出现飞出来的鸡蛋，还真是奇了怪了。这还没完，下面村子又发生了怪事，村子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。最近几天，村口池塘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村民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无聊的时候会在池边喂喂金鱼，聊聊家常。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大喇叭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，但是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。他们寻找了半天，只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。有个大妈说，之前看到过一只黑头鹳在池塘附近转悠了半天。另一个村民认为是海狸鼠，还有说是水怪的，说一定就藏在水下，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众说纷纭。村长分析说，有一条沟渠通往池塘，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黑暗中一双闪亮的眼睛特别明显。接着他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不一会儿又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？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还专偷有脚气的鞋子。奶奶的鞋就经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脚走回家。节目组来到他家，奶奶却让工作人员离门口远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出现了一只狗，他仔细闻了闻，确定是奶奶的鞋后，叼起来就跑。工作人员赶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丢下鞋子开溜了。奶奶说，狗狗好像时刻监视着自己，每当脱下鞋，没一会儿就被它叼走了。不过还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点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现在她每2天去捡一次，这样正好能捡回1双。奶奶很困惑，为啥她只偷自己的鞋？节目组猜测，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独特。接着还做了个测试，让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会如何选择。只见他从头到尾闻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这次呢，节目组让奶奶穿1双新鞋，看狗狗还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一圈，脱掉鞋子进屋后，狗狗就出现了。它像之前一样挨个闻，很明显，新鞋对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点犹豫，确认再三后，还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为啥痴迷于偷鞋？宠物医生说，狗狗把偷鞋当成了一种游戏，认为偷鞋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进而得到人们的关爱。不过要论奇葩，还得看下面这个。每到深夜，酒吧里就会出现满地的便便，花盆里的土被刨了出来，卫生纸也被撕得粉碎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。关键呢，钱也没有少。酒吧老板觉得这应该不是人，节目组决定近距离观察。等了好久，墙壁上突然传来声音，一块泡沫板在自行移动，工作人员都快吓尿了，壮着胆子继续观察。这时一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黄鼠狼。只见它来到草坪上一阵翻滚，这也太舒服了吧。随后就开始找酒喝。黄鼠狼很警惕，时刻都在观察门口的情况，但它拉的便便越来越多，店主很苦恼，决定用笼子把它抓住，先在笼中放入食物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它上钩。晚上黄鼠狼再次出现，直接就被食物吸引了，但它非常谨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但是呢，并没完全钻进去，留了一半身体在外面，叼上一块食物就退了出来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，吃完后没忍住，又钻了进去，这次呢，完全钻进了笼子里，吃完才发现中了圈套，对着入口一顿挠，没想到还真被它挠开了。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，决定再试一次。黄鼠狼这次犹豫半天都不敢进去，但大鸡腿实在太香了，还是钻了进去。这次呢，成功抓到了它，随后把它带到野外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预备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在厕所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马桶和面盆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，厕所就会传来咕呱咕呱的怪声，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。有次主人半夜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小黑点闪过，从面盆溢水孔钻了进去。这下主人更怕了，拿着录到的声音求助专家。专家一听却笑了，给他出了一招，在水龙头上绑一条面包虫，把这东西调出来。主人壮着胆子乖乖照做，完事只需要守着监控静静等待。没一会，厕所就传来了一声咕呱的叫声，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面盆里钻了上来，仔细一看竟然是只树蛙。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树蛙对着面包虫若有所思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接着一口吞了。没成想虫子绑得太紧，尝试了几次都没吃到，又灰溜溜地钻进了面盆。关键它家在9楼，这树蛙是怎么爬上来的呢？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靠它自己是不可能爬到9楼的。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问过了，也没人养树蛙。专家研究半天，说树蛙只可能是从外面人为带回来的。问了一圈，主人说前段时间从乡下拿回来很多白菜，准备做泡菜。专家一拍脑袋，说树蛙很可能就藏在了白菜里，阴差阳错就蹦到了面盆里。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把它解救出来，把面盆拆下来，刚切开一个洞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非常可爱。大家决定先暂时把它养在家里，等春暖花开时再让它回归自然。
大叔每天必须随身带一根木棍，时不时就要拿着木棍去厕所，不然就会生不如死。只见他不停地用木棍捅嗓子，导致呕吐不止。老伴满眼心疼，说严重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也没用，这到底是在干啥呢？原来大叔饱受打嗝困扰，一天24小时不停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，头发都掉光了，甚至还得了高血压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躺着喝水，一直口含柠檬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对他打击很大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。打嗝从那时就莫名其妙的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 片子，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神经，继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良性肿瘤之类的，有一种药可以抑制它的生长。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他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精神面貌也远超过去，成了一个正常人。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她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，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她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她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他们在水下寻宝，不仅找到了一箱金币，还意外找到了一个骨灰盒。他当场吓尿，起因是听说这里有一艘沉船，传说还是一艘海盗船，想想就觉得刺激，于是决定去水下寻宝。刚下来就发现了一只鞋，看着还挺新，拿着比量了一下，大小也合适，他也不客气，直接穿了起来继续寻找。又找到几个酒瓶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直接带走。慢慢的他们还真发现了一艘沉船，两人来了兴致，但找了好久还是只找到了一些酒瓶。这时他突然发现一块木头下面竟然露出了一只小孩的手，看着属实诡异，两人壮着胆子决定一探究竟。他小心翼翼往外拉，生怕把胳膊拽断，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个美人鱼玩具，虚惊一场。这时连大鲤鱼都被吸引了过来，轻轻抚摸一下，手感真好。这不重要，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寻宝计划。既然船外面找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他们直接来到船内，果然在夹缝中发现了一个箱子。这箱子一看就有戏啊，电影中宝藏就是用的这种箱子。两人兴奋不已，刚把箱子拿出来，就掉落了2枚金币，箱子下面的金币更多，散落了一地。拿起一枚咬上一口，就留下了牙印，看起来是金币没错了。这不发了吗？不一会就捡到了上百枚。两人回到岸上把金币藏好，他们认为下面肯定还有更多好东西，决定继续下水寻找。谁都想不到，两人这一去差点崩溃，甚至连警察都来了。他刚下去没一会，就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铁盒子，掂了一下分量很重，还用塑料袋装着。他高兴坏了，估计里面可能又是金币，慢慢掏出来，方方正正的，里面好像还有个盒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里面突然泄露了一些粉尘状的物质，翻个面一看，上面还有字。他扫了一眼，当场吓尿，这盒子竟然是个骨灰盒，吓得赶紧往岸上游。毕竟第一次遇到这情况，他们商量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最后决定报警。等警察来后，也没有查询到骨灰主人信息。那现在看来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骨灰放回原位，让他在水下静静的待着，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。一群专家对着一坨大便又摸又闻，还用吸管收集起来，只因这坨粪便不一般，是这面墙拉出来的。每天早上这面墙就会出现满墙粪便，有长有短，有粗有细。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什么动物会在墙上拉屎呢？大叔认为应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，但仔细想想，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。他甚至偷偷安装了监控，始终没有拍到任何可疑人员，但粪便每天还是准时出现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到底是谁的大便呢？大家请来专家，决定从大便入手。专家对其取样化验，只要提取到其中的 DNA，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节目组也没闲着，又偷偷安装了几台摄像机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整条街道，一直到早上都没拍到什么可疑人员。
但粪便还是准时出现了。大家仔细查看监控录像，发现大便是突然从天而降的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确实是奇怪啊。与此同时，粪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这就是人类粪便，而且还是个女人的。听到这消息，大叔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谁做的呢？既然是人为的，那一定能拍到他。节目组把整个街道都装满了摄像机，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终于在第5天拍到了大便的飞行轨迹，还拍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监控显示，大便就是对过邻居丢过来的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大叔懵了。邻居名声挺好的，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为啥会这么做。白天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再让她乱丢便便。知道真相后，大叔也表示理解，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，起码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，大不了就勤快点刷墙呗。大妈有床不睡，偏偏在卧室搭了个帐篷，睡觉前还要用拖把敲几下天花板，因为家里每天都会发生毛骨悚然的事，早上就会出现上万只死蜜蜂，足足能装满一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像疯了一样往屋里钻，就好像屋内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一样。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传来嗡嗡嗡的声音，用拖把敲几下才会消停一会。这可苦了大妈了，每天都会被蛰伤，实在没办法，她直接在卧室搭了个帐篷睡。可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没出现过蜜蜂，这么多蜜蜂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大家了解一番，怀疑蜜蜂是从附近山上来的，但蜜蜂为啥偏偏选择来他家呢？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呢？大妈说之前在外墙孔洞处发现过蜜蜂进出，赶紧找人把洞堵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晚上天花板就会传来嗡嗡的声音，大妈怀疑上面有个蜂窝，堵住的那个洞口应该就是蜜蜂的出入口。现在它们都被困在了天花板里。天色已晚，大家决定明天再来研究。可第2天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，死掉的蜜蜂突然就变少了，而且天花板也静悄悄的。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决定打开天花板一看究竟，瞬间一个硕大的蜂巢映入眼帘，而且蜜蜂也都还活着。为啥今天它们变得这么安静呢？专家解释说，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它们会通过扇动翅膀来通风降温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恰好昨天夜里降温，它们也就安静了下来。过程中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通过蜂巢的大小判断，蜜蜂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安全起见，大家决定给蜜蜂搬家。最后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大妈捂着被蛰伤的额头说，蜂蜜就当做6年的房租费了。哎呀，真甜呀！他们用屋顶上的瓦片做镜子，不但光可照人，甚至还有美颜的效果。女人们都认为这种镜子才能照出最真实的自己。做这种镜子一定要选用红色瓦片，把瓦片敲碎，放在石板上反复研磨，磨得越细，做出来的成品质量越高。在里面加上一些黄麻纤维，然后加水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接着再次把泥浆碾压一遍，确保里面没有大块颗粒。随后把研磨好的泥浆放入圆形模具中，用手压实就可以拿到太阳下晾晒。晒干后开始打磨，用手感受圆盘的平整度。打磨的差不多了，就要在上面涂上一层黑色粉末，这个就是关键了，涂多少完全凭手感。接下来的工作就要由男人来完成了。在光滑的圆盘上放置3块小金属，然后将另一个圆盘扣在上面，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空隙，用粘土把四周完全密封，接着在上面戳个洞，捏出一个入口，随后放在外面继续晾干。等待的时间，他拿出了一些金属合金，其实泥巴只是制作镜子的模具而已，镜子本身还是由这些合金做成的。合金是由锡和铜混合而成，把合金都塞到入口里面，上面盖上一层棉布后继续用粘土密封，然后将这些模具放在火上，上面铺满椰子壳开始烧制，就这样一直加热1小时，通过听声音来判断金属是否融化。合金融化后就要慢慢翻转一下，让融化的合金液体填充模具中间的空隙，等模具冷却下来敲掉模具。镜子毛坯已经锻造成功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反光，需要经过几轮抛光，但首先要把毛坯修剪成合适的尺寸，尺寸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大。最受欢迎的种类是手持的小镜子，修剪完成后用湿砂纸开始打磨，镜子表面出现光泽后，在上面滴上椰子油继续打磨，直到镜子可以清晰地照出自己。随后把镜子放入镜框粘合在一起，这还没完，最后还需要用天鹅绒布抛光，在背后贴上自己的 logo， 这样一个昂贵的手工镜子就完成了，能更好地照亮你的美。来这家餐厅吃饭，要先吃一颗速效救心丸，不然很可能会被吓死，因为餐厅经常毫无征兆地发出爆炸声。刚刚还安静的餐厅，突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。店主说每天都会爆炸好几次，已经持续了4个月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大家在后厨架起摄像机，来到凌晨3点，果然又传来了爆炸声，甚至还产生了火花。有人猜测可能是发生了短路，但专家表示，如果是短路的话，整个餐厅都会停电。很明显不是，既然爆炸产生了火花，那一定会有烧焦的地方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并没有发现任何烧焦的痕迹。工作人员反复观看录像，发现火花是在排风扇附近产生的，于是把摄像机放到内部拍摄，终于拍到了火花产生的整个过程，推测就是排风扇出了问题。来到屋外就发现有条电线已经没有绝缘外皮了，刚准备用电笔测下是否有电，
突然就产生的电火花。看着烧焦的电线，专家终于解释了一切，说当空气中湿度较大时，两个断开的电线之间就会产生电火花，声音经过通风管道放大，听起来就好像爆炸一样。随后给断开的电线重新包上胶带，餐厅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大叔养了一屋蚊子，竟然是为了给孩子吃，用网兜在墙上这么一搂，就抓了满满一袋。但这仅仅是孩子们的开胃菜，还说孩子最爱吃的其实是苍蝇。接着他来到一个塑料桶前，说这一桶就是孩子的主食。掀开盖子，那味道比鲱鱼罐头还要臭，绿头苍蝇漫天飞舞。大叔说这是10天前买的鸡肠子，在室外整整发酵了10天，就生成了这些苍蝇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会喜欢吃这些东西呢？大家好奇地跟着大叔来到一座大棚，大叔把抓到的蚊子全放了出来，瞬间就跳出来了上百只树蛙。原来他口中的孩子就是这些树蛙，小小的一只非常可爱，抓蚊子也是一把好手，一口一个那是真香。随后大叔又把苍蝇放了出来，看得出来树蛙确实挺爱吃，口感比蚊子好多了，一口下去还会爆浆。大叔一共养了3个大棚的树蛙，一座大棚里就有1000只。他说养树蛙纯粹是因为喜欢，自己把树蛙当成了孩子。树蛙也都很喜欢大叔，只要大叔出现，树蛙就会跳到他身上，很快身上就爬满了10多只。不仅如此，他在家里也养了一缸，就连吃饭也和树蛙一起。大叔说这样才有食欲。家人都不理解大叔的爱好，尤其是儿子，和树蛙比起来，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。一群男顾客看到服务员大姐就齐刷刷的摸肚子，他们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看大姐身体的奇葩反应。她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就会打嗝，电视上有人摸肚子，她也会止不住的打嗝。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大家都觉得她是演的，当着她的面摸了下肚子。大姐看到果然就打起了嗝，这给她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。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关键大姐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之类的气泡水，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。她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，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这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，按着按着就情不自禁地开始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认为她内心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认为打嗝后肚子就不疼了，就这样无意识中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要改变也很简单，以后生活中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顺其自然，想打就打，把注意力转移到当下要做的事情上，慢慢就会正常的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。他说这才是冰淇淋的正确吃法。为啥会喜欢这种奇葩口感呢？回到家才发现，他家冰箱里除了辣椒和辣椒酱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辣椒直接当零食吃，他说不仅不辣，甚至还有点甜。每次吃火鸡面还要再加入满满的新鲜辣椒，说吃辣椒能释放压力，吃得越辣效果越好。现在他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，还要求厨师给他做个最辣的。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满足，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，吃得一脸惬意。厨师看的都怀疑人生了。大家又给他准备了3种当地最辣的食物，第一个是辣炒年糕，刚吃一口他却笑了，没有任何感觉。第二个是辣酱咖喱，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感觉。第3个是魔鬼辣鸡腿，仔细品尝下还是一点反应没有。他说从来没吃到过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。这话彻底激起了节目组的好胜心，直接放出大招，端上来一盒死神辣条。据说这玩意只能中午吃，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溪辣椒制作的，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。为了不被打脸，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，提前准备好了一杯牛奶，拆开包装，厚厚的一片，她也不含糊，直接一口吞了下去，仔细嚼了嚼。这下节目组算是彻底服了，大家不禁有个疑问，这样吃辣屁股受得了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说她患有轻微的食管炎，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。小姐姐倒也听劝，说以后会尽量少吃辣椒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她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，开始给蔬菜钻孔，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这到底是在干嘛呢？她也不解释，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。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？大家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间就把3样食材变成了乐器。不仅如此，什么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、西兰花都能被他吹出花来。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，
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，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，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变成了乐器，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。